月市值蒸发1500亿，90后 CEO 能管好蜜雪冰城吗？外界一提到蜜雪冰城的创始人张氏兄弟，往往能想到第一个词儿就是低调。除了弟弟张宏甫曾在内部培训中写过一份蜜雪冰城的创业史外，外界没有任何渠道了解这对奶茶兄弟的现状，将闷声发大财做到了极致。然而，与其低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蜜雪近期的股价，这只曾经被市场誉为最值得投资的奶茶股陷入了跌跌不休的状态。7月10日，蜜雪集团盘中跌至201.2港元一股，达成了第一次跌破发行价的成就。如果我们把目光拉得再远一些，会发现其实早在1年前，蜜雪冰城的估值神话便开始退潮。自2025年6月股价冲顶至618港元后，便进入了下行通道，直至前几日的首次破发。从市值2300亿港元的新茶饮第一股到如今800亿出头，在发行价周围来回震荡，蜜雪冰城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有人将蜜雪的衰退归咎于今年3月份新上台的 CEO 张渊。这位与张氏兄弟同样姓张的金融精英，有着相当亮眼的简历。201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，拥有金融硕士的头衔，后入职美银、高瓴等顶尖投行。在高瓴工作时，他主导了对蜜雪的早期投资。与张氏兄弟相识，2023年他被挖掘到蜜雪担任 CFO， 是推动公司完成上市的核心功臣之一。更关键的是，张渊只有35岁，是一位前途无量的90后。于是，在4个月前召开的财报会上，张宏甫宣布将 CEO 之位交给张渊接任，自己则像大多数创始人那样退居二线，思考更宏大的战略问题。彼时，外界便有质疑声，张宏甫是泥腿子出身，扎根基层多年，深知加盟店的需求，所以蜜雪才能扩张的这么快。现在换个穿西装喝咖啡的金融精英当 CEO， 蜜雪还能行吗？从股价上看，蜜雪确实不行了，但这并非张渊担任 CEO 后才发生的事儿。相反，他履任 CFO 期间，尽管蜜雪股价不佳，但是每年的财报都非常的漂亮。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248亿，同比增长22%，净利润44亿，同比增长41%。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335亿元，同比增长35%，净利润58.8亿元，同比增长32%。蜜雪股价跌跌不休，恐怕怪不到张渊头上，甚至我们可以大胆推测，他是被张宏甫推上 CEO 位置来救火的。那么蜜雪真正的问题出在哪儿？核心就一点，蜜雪的增长出了问题。资本市场在其上市之初给出了高估值，看重的是未来无尽的增长空间。但是随着全球门店数量逼近6万家，其中高增长的红利正在衰退。有一种理论认为，任何连锁品牌一旦在国内开满超过5万家，必会进入下坡路。不是品牌不行，是国内市场就这么大。这时或许有人要问了，蜜雪不是在海外很火吗？国内饱和了，去美国、日本、东南亚继续扩店啊。很可惜，蜜雪在国内这套低房租、低人力、极致性价比的打法，在海外尤其是发达国家跑不通。先看美国，今年初蜜雪高调进驻纽约市，并且为当地居民定制了甜度200%的柠檬水，希望以本土化的口味俘获美国消费者的心。开业之初确实火爆，华人纷纷排队打卡，但流量退散后，现实很残酷。首先，蜜雪在纽约的门店数只有4家，散居各地的华人不可能为了一杯便宜的柠檬水天天跑10几公里来消费。其次，本地消费者也不买奶茶的账，美国人更喜欢吃蜜雪的冰淇淋而非奶茶，门店收入少了一大块，能撑多久都是个问题。再看日本，同为东亚国家，一开始蜜雪对日本市场抱有极高的期待，曾放言要在2018年前开1000家门店，结果令人大跌眼镜。接着到6月，蜜雪在日本只剩下4家门店了。从消费习惯上看，日本消费者偏爱甜度低、茶味浓的饮品，而蜜雪长期坚持的高糖、高性价比很难在当地转化为高复购率。而且日本密集的711、罗森等便利店本身就有丰富的廉价饮品，蜜雪想改变日本人的消费习惯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儿。最后看中国香港，虽然消费习惯口味相同，但是香港令人窒息的人力与租金决定了蜜雪不可能大规模扩张。以旺角店为例，生意是不错，经常排队，但门店月租金要20万港元，算上店员1.6万到2.2万港元的月薪，蜜雪每个月至少要卖出4万杯柠檬水才能勉强打平。在香港零售字典上根本不存在薄利多销这个词儿，而且在这些发达市场中，蜜雪还面临极为复杂的监管壁垒，让国内1个月选址、2个月装修、3个月开店的极速打法哑然失色。比如在美国走一遍开店审批流程，短则半年，长则1年。在日本，开店装修成本是国内的5倍，房东往往还会要10个月以上的租赁保证金。或许国人会觉得日本人这么做就是在讹人，但是人家理由也很充分。我们希望招揽的是有耐心、有实力的经营者，不是赚一波就跑的网红店。更致命的是，众所周知，蜜雪冰城的核心盈利点不是卖奶茶，而是向加盟商买原料和设备。这套商业模式有效运转的前提是门店规模必须足够大，但是在发达市场，由于门店规模始终无法突破临界点，供应链的规模效应更无从谈起，只能从国内小批量采购，叠加关税、物流、汇率成本后，雪王失去了成本比本土品牌低的核心竞争力，迟迟无法打开市场，维持高速的扩张的姿态也就不足为奇了。既然出海遭遇阶段性失败，蜜雪只能将目光转回国内，打起了咖啡、啤酒的主意。在咖啡赛道的主力是幸运咖，今年张氏兄弟为幸运咖找到了梁朝伟和迪丽热巴2位大咖代言，其野心可见一斑。蜜雪试图把茶饮赛道上屡试不爽的极致供应链打法搬过来，把现磨咖啡单价压在5到10元的地板上。与此同时，蜜雪还跨
跨界卖起了啤酒，用其高度成熟的冷链物流炸开供应链最后一点潜能，想法很丰满，但是现实却有点骨感。这种跨界也就在内部造成了左右手互搏了。首先，幸运咖和蜜雪冰城的选址逻辑高度重合，基本都大堆在大学城步行街，两家店经常门挨着门，抢的都是同一波对价格敏感的客群。其次，随着茶饮和咖啡的界限越来越模糊，幸运咖在推苦咖，蜜雪冰城也在搞带着咖啡元素的饮品，两边还都在拿低价冰淇淋当引流的杀手锏，产品越界，客群重叠，结果就是两个自家的品牌在存量市场里相互内卷，外人的份额没抢到多少，反而把原本就微薄的利润稀释的更加可怜。国内内耗加剧，增长又触及天花板，蜜雪想要真正破局，希望依旧在海外，但是这一次出海的策略必须得换脑子了，毕竟内卷卷到最后谁都赚不到钱，是时候换个思路了。